大家好，我是魔法创作室，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很多人都有习惯，每天早上起床后喝一杯白开水。那么隔夜的白开水可以喝吗？很多人都搞错了。今天就跟着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吧。人们想要正常的生活，一定离不开开水。平日里适当的补充水分，对身体有非常多的好处。人体摄入适当的水分，不仅能够促进新陈代谢，而且还有助于身体排出体内的垃圾。生活中，我们也经常能听到，让人多喝温开水。以前烧好的开水都是用暖水瓶装的，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现在我们都会买到热水壶。为了一整天都有温水喝到，我们都会选择一烧就一大壶。而热水壶除了能给我们带来方便的，同时它的容量也非常的大，这就造成了我们每天有许多烧开的开水喝不完，而导致剩下最终成了隔夜开水。相信很多人隔夜的开水都是第二天直接倒掉，然后再重新烧水喝。因为很多人都会认为隔夜的白开水里面含有许多的细菌，甚至是一些蚊虫啊会掉在水里面，因此很多人都选择直接把隔夜白开水倒掉，这样真的是非常的浪费水。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隔夜的白开水是个宝，作用也非常的厉害。很多人认为隔夜白开水中不能喝，是因为白开水亚硝酸盐会比较多，喝了之后对身体不好。其实人体只有每天摄入12毫克以上的亚硝酸盐才会有所影响，而我们的隔夜白开水中，甚至连0.2毫克的亚硝酸盐都达不到，所以并不会对身体造成任何影响。因此，隔夜的白开水是能喝的。我们想一下，在以前70、80年代，烧好的开水都是放进暖瓶，并且暖瓶里面的开水，我们都要喝上好几天，直到暖水瓶里面的开水被喝完为止，才会再一次重新烧开水灌入。虽然隔夜的白开水可以喝，但是白开水烧开之后，我们尽量在3天之内把它饮用完，因为一般超过3天不流动的水，静置3天以上，细菌的增长还是比较多，喝了之后就容易导致身体不舒服。因此，隔夜的白开水是完全可以饮用的。首先，我们这里知道了，隔夜白开水是完全可以饮用的。那么再来说一下，隔夜白开水除了可以饮用之外，还在生活中有其他的很多妙用哦。第一个用处就用来洗碗、刷盘子、清洗蔬菜水果等等都可以。隔夜开水再不济，它也比自来水要干净得多，因此我们平时洗碗都是用自来水。而如果家里面每天有大量的隔夜的白开水，如果担心喝了会不舒服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将它用来清洗碗筷，或者是清洗蔬菜水果等等，既可以清洗得非常的干净，而且还可以节约水，一举两得。有朋友可能会说用来刷洗碗筷，那也不够啊。因此我们在洗碗筷的时候，最开始还是要用自来水进行清洗，到最后一遍进行冲洗的时候，我们改做隔夜的白开水来进行洗刷就可以了。第二个用处，隔夜的白开水我们可以用来刷牙。刷牙我们每天都要早晚各刷上一次，有一些比较爱干净的人，甚至一天刷上好几次。刷牙时用到的水是不会喝下去的。如果我们正是因为担心隔夜白开水喝了之后不安全，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家里面剩下来的隔夜白开水用来刷牙使用，这样既可以不导致水的浪费，也可以将隔夜水利用起来，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呢？第三个妙用，用来浇花。现在很多人家里面都喜欢养一些绿植，心情不好的时候，看到绿植，心情也会变得特别的好。工作一整天之后，心情压抑了，回到家里面看见绿植，心情也会立马变好。
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准备好自己家里面浇花用的喷壶，把隔夜的凉白开倒到喷壶里面。杯子里面的凉白开不太好倒，我们现在给它倒到水壶里面，再来倒进去。这样隔夜的凉白开就可以很好的被倒进喷壶里面了。全部灌进去之后，我们现在将它的喷头拧上拧紧。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将喷壶里面的水直接喷洒在绿植的叶子上面，或者是花上面。我们都知道，隔夜的白开水是经过高温加热后的水，会产生钠离子和亚硝酸离子，而这些微量元素刚好可以补充我们植物生长时所需的一些营养，对植物的生长也是非常有帮助的。除此之外，被烧开的水还有一个缺点，就是水中的氧气含量会大大的减少，变得非常的稀少。经常用白开水来浇花，很容易影响植物根部对营养的吸收，所以不建议大家经常用隔夜的凉白开来浇灌植物。当然，用它来湿润花草的叶片也是非常好的，尽量用选择喷洒式的方式，将它喷洒在花花草草的表面就可以了。就算要用隔夜的凉开水来浇灌花草的话，那么一定要注意次数，不要经常这样来浇灌。所以看完这个视频，相信大家再也不用去问隔夜的凉白开还能不能喝了。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隔夜的凉白开是完全可以饮用的，只要放置的时间不要超过3天，都是完全可以饮用的。并且凉白开在生活中的妙用也非常的多，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有3个，可以用来清洗水果蔬菜和碗筷，还有就是可以用来浇花，用来刷牙。除此之外，你还知道隔夜白开水的其他妙用吗？最后提醒大家，我们一定要节约用水，并且我们每天用来喝水的杯子一定要定期清洗。好啦，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分享完了，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们记得点赞、转发、分享哦，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或许你有更多更实用的小技巧，欢迎评论区留言分享哦。点击我的视频头像，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生活技巧。每天呢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别忘了关注我哟。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了。